方向就去追，因为勇敢，我的人生更精彩。你能等我一下下吧？啊？你能等我一下下吧？你干嘛了？我就想让你试一下。她叫张雪儿，19岁，怀化麻阳人，在怀化市开了家摩托车修理店。看到我肯定会要我的，我就是想进车队。我并不是说想到店里去秀一下，我是真的喜欢摩托车，知道吧？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摩托车。张雪有事没事就给我们晚间打电话，死缠烂打，非要表演她的摩托车绝技。上电视对你这么重要吗？上电视不重要，但是有车队看到我，让我进车队很重要。因为只有进车队你才可以去比赛，你不进车队，你起码如果你家里很有钱，有几十万，你也可以去比赛。你自己要买车，要请教练，还要租场地。那你家里？我家里没钱，我爸妈离婚，很小时候就离婚了。我10岁的时候我自己跟妹妹独立了。张雪儿让我们看看她的摩托车，哟，你这车还真不错呀！这车是你的啊？啊，这才是你的坐骑呀！那有20年了。据说张雪儿还在娘胎里头的时候，这车就跟着她的主人在赛场上夺得了 N 次大奖，后来要经过 N 次转手，才从日本移民到中国，然后再在 N 个车友手中颠沛流离，最后才由张雪买断了终身权。你买下来就花了多少？1000多块钱。1000多块钱啊！开这个车能展现你的技术吗？啊，张雪同志。其实我们刚到怀化的时候，就给了张雪很多机会了。这摩托车老了，还是你技术没过关呢？抓地太大了，刚下过雨。我知道现在可能昨天不是让你们很满意了，但是你看的不是全部，真的只有1/3。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小时。很抱歉，小伙子，这次真的不能了。希望给你1个小时，但是也有采访对象在等着我们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也希望我们给他1个小时啊。我们再三向张雪解释，今天我们要赶100多里外的麻阳进行采访，时间很紧张。那我就跟着你们车跑，啊，我就跟着你们车跑，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就什么时候去。你为什么非要黏着我们呢？很好的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就通过你们晚间，如果你们愿意播出的话，肯定你们晚间收视率很高，是吧？肯定有车队会看到。你完全可以直接把车开到车队毛遂自荐的。需要条件的。你确定再拍会有作用吗？肯定有作用，没作用我拦你。但是昨天我也要面子，我也是男人的，没有愿意厚着脸皮这样做。万一我们播出去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呢？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，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，到老了肯定会后悔。年轻做了，就算到老了失败了，不会后悔，肯定不会。对不起，小伙子，你这样纠缠，我们还怎么工作呀？这小子还真的跟着我们屁股后头来了，紧咬不放。别吓我了！那不然呢？我下来一点了。从怀化到麻阳，一路上阴雨绵绵，急弯陡坡，车来车往，很不安全。我们只得停车劝说他。你不要劝我不去了，不是劝你，我知道，真的你不要劝我了，我给你们带路也好的，是吧？又不收你们的钱。啊！啊！你不要劝我了，可以吧？我们的司机师傅也不放心。
车况都这样了，车也老了。车况这个车就是你别看它外面很丑，它不管怎样，很你要跟我们出来了，我们就要为你的安全着想，知道不？可以了。你要注意安全啊！好的好的，不要把我当小屁股了。不要当小屁股了。走吧。真是拿他没办法。我们把车速放下来，并让张雪跟在我们后面，可她似乎没听见。还弯道很多，你不要这么急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翻越大山时，山顶起了大雾，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，气温只有10来度了。为了避开迎面打来的雨水，张雪把整个身体都侧向了一边。怎么了？我看你脸都红了。下雨打的。啊？下雨打的。这么冷？冷不是冷。一身全是湿的了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到那里买件衣服换就是了。你何必这么勉强呢？不勉强，真的不勉强。你为什么站起来呀？坐久了就站起来不可以了。注意安全，别往上套气啊！100多里的山路，我们跑了近3个小时。哎呦，这个。中午12点，我们到达了麻阳。一了解采访对象到乡下去了，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。采访的时候，张雪就守在我们不远的地方，静静地等待着。采访完毕时，已经是中午2点多了。我们喊张雪一起吃午饭。一路的奔波让小伙子浑身上下全都是泥，我们打来热水给他洗脸，把早已湿透的衣服洗净烤干。张雪儿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自己都觉得我很无奈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是做这种事的人，只有我会做。死缠烂打是吧？不达目的不绝不罢休是吧？你这执着。这说的好听叫执着。说不好听呢？不好听就是赖皮的。张雪说：“只要让他进车队，什么样的苦他都能受。生活，我到了车队，我可以帮他修车啊，我可以帮他煮饭、洗衣服，都可以啊。我总有上场的机会啊。但同时，他也做好了失败的准备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如果我没成功，我就拼命的赚钱，然后我有儿子的话，他不喜欢车，我都要让他赛车。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？一分一秒，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。总有人像我辛苦走着早，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。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？热血注定要燃烧。吃完饭，我们又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采访。为了不让张雪来回跑，我们决定让她在一个地方等我们。还没分开多久，张雪就给我们发来了短信。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在湿地里练习过，我现在正在努力的适应。我不怕苦，就怕你不给我机会啊！我16岁就放弃读书开始修车，17岁我就自己开车行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更接近车。我的梦想，我的生活都是车呀。没有车队的支持和培训想比赛很难，门槛太高。我也知道这样很下面子，这样只是希望进车队，给我个机会吧。车友都笑我的想法天真，但是为了梦，我愿意1小时。记者一军被采访团弄得团团转，根本没时间回。小伙子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很忙吧？刚才的彩信看到了吗？如果你们真不打算拍了，我会疯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要是回去了也要告诉我，不然心情很复杂。我看晚间这么多年了，晚间的宗旨就是让观众快乐，你们也应该尽量让观众满足呀。下午4点半，我们采访完毕，终于能抽出时间给张雪了，但这时却下起了大雨。
由于天气和地形都不适合表演，我们决定再找个地方，等雨小了接着拍。1个小时眨眼间过去了，雨反而越下越大，张雪有些灰心丧气。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玩不起？不是玩不起，这小伙子很是卖力，但天公不作美。我现在没要求了，真的。怎么了？觉得不好意思了吧？不好意思啊。那你表演吧，你怎么表演就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拍好吗？是。为了让小伙子充分展现自己的技术，我们二话没说，跟着他又跑了1个多小时，来到张雪在乡下的一个练车场。而这个所谓的练车场，其实就是江边上的一个沙洲。他那个跳高又做不出来，才能头抬不起，这里可以飞。可以飞是吧？啊，哇，你这一身你还搞得啊？没关系，这样才表现的有战斗力嘛。一圈跑下来，小伙子弄得全身上下活像个刺猬，车也成了泥车。更要命的是，车实在太老了，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没事吗？真的没事啊，没事吧？真的没事啊，这样摔经常摔吗？肯定经常摔啊，技术是摔出来的。但我口袋里面还备了药。是吗？拿给我看一下。就这个啊，这个特好，小伙子身上到处都是伤，这点痛，这一点代价都不算。我的外号就叫野人，他们就喊我喊野人。天气太冷了，小伙子只穿了2件衣服，在水里头来回的跑，有点受不了。怎么了？冲上！怎么了？冷。这样一下就暖和一点的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觉得我自己够坚强，够勇敢，怎么不哭？不能吃苦。无论怎么摔怎么痛，小伙子从来没哭过。为感情的事哭过，小时候为妈妈哭过，就是妈妈跟爸爸离婚的时候嘛，天天晚上哭嘛。张雪的性格很内向，一般我有什么心里话也不爱对人说，就上网跟网友扯一下。她不愿意在镜头前跟爸爸妈妈问一声好。张雪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放在了赛车上。2004年，她开始练车，1年365天，有200多天都是在练车，发誓要做最棒的摩托车赛手。他生气了，罢工了。啊？他罢工了，技术越来越好，设备越来越差，肯定就不行了嘛。加油啊，老爷车！
等我。我们来到了张雪开的车店，条件很简陋。张雪和表弟2个人就住在这小小的阁楼上，爸爸妈妈一年都难得来看他们一回。爸爸在外面飘，现在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吗？在哪？到处飘吗？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一般有的时候会到我这来。妈妈呢？妈妈在福建。福建干嘛呢？在福建跟别的男人结婚了吗？张雪从14岁时就开始独立生活，一切都靠自己打拼，所有修车、开车的技术全都是自学来的。但是要想当一个摩托车赛手，至少得20万，张雪根本没这个条件。为了开这个店，张雪还欠了亲戚朋友很多钱，这个月荷包里只剩下300多块钱了。最近没生意，就没什么收入吧。张雪说，中秋节时她没回去看奶奶，现在她很想回趟老家看看。路上除了加油花了30块钱，余下的钱全给奶奶买了补品。张雪的家很偏僻，所谓的家其实是一间小房子，还是借别人的。张雪就是在这儿梦想着要走出大山，从而立志要当一名摩托车手。张雪从小由奶奶带大，奶奶是张雪在世上最亲的人。奶奶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啊！经常给我买的，经常。跟我爷的都打进屁股里。小时候他特别疼我。带你在身边。来啊！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。晚间记者一军牟文俊和麻阳电视台记者黄春香看得出来，张雪是个很淳朴、很孝顺的孩子。她有着一颗敢于挑战、坚持不懈、不怕艰难、不畏贫寒、追求理想的心。只要不断地拥有、释放这种超越平凡的力量，张雪，你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，怒放自己的生命。有梦想就去追，因为勇敢，我的人生更精彩。